就你往内部修一下。之前租的房子离单位有点远，总是迟到，而且还是7楼。每天下班累了一天还要爬楼，可是既离单位近，价格又便宜的房子真的好难找。但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我，还是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最终以每月不到500的价格租下了一套。没办法，既想离单位近，又没有足够的钱，就只能租毛坯了。打算用4108块5毛进行装修改造，这样算下来，我1年就可以省下1万块钱房租。大概看了一下，墙上的工程开关和插座都能用，所以电路不用改，墙面也很平整，没有灰，也不用刷，只需要简单处理一下地面和卫生间，算自己做防水。考虑到不能影响房东后期装修，下水管必须留有一定的高度，所以得打一层较高的垫层，再加上物业规定需要48小时的避水实验，最终决定这部分钱还是不要省了，找工人来做保险一些。水泥沙子加机智的我到装修垃圾清运点找了几块，还碰到热心的物业大叔硬要帮我拿，怪不好意思的，还带着我到楼上找正在铺砖的工人帮忙切割成条。垫层打完了，足足有8公分，要等干了以后再刷防水涂料，然后就能做避水实验了。不管是自己的房子还是租来的房子，防水都是安居的第一步，大家一定要重视哦。卫生间地面弄好了，把下水口堵住来做避水实验。因为还没做水电，没办法接水，只好问邻居家接了2桶。物业客服又来巡查了。明天、后天这个时间咱们去看，因为他家也装呀，刚把装修出去也装呀，放进去看看有没有饮水，没饮水的话，你们一发水，你们就上面你们想咋弄就可以咋弄了。趁着做避水实验的这2天，赶紧把地面处理了。可是我又到装修垃圾店寻宝来了，找几个麻袋回去装垃圾，哈哈，捡到宝了！这个袋子里全是袋子，开心！把它们都拿回去，先把剩下的水泥和沙子分开装，留着以后说不定还能用。毕竟预算有限，钱要花的仔细些。很多人评论说不相信房租这么便宜，确实，怎么说呢？房子是我一个老乡的，刚交房没几个月，什么都没弄，所以便宜租给我了，算是帮他交个物业取暖费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。然后我自己再怎么简单装一下，也得大几千，甚至更多。换了别的房东，说不定1万都不愿意往外租。毕竟新鲜的房子，搁谁不担心。所以要感谢我房东老乡的信任与支持。终于打扫完了，本仙女的头发也染成了高级灰。特别感谢我的2位同事牺牲了午休时间过来帮忙。在外打拼的这几年，每次搬家都多亏朋友们的帮忙，感谢你们。今天物业来验收卫生间防水，到楼下确认没有出现漏水现象后，签字备案。因为今天给地面做加固需要接水，就请物业帮忙过来接个临时水管。工程师傅看了一下卫生间这个接口不好接，最后把水管接到了厨房，有了水就方便多了。先把固化剂和水1比1兑好，它的作用是加固地面沙尘，防止起灰。正要动手，从网上买的热水器到了，检查一下没有磕碰，体积小了点，但是也够用了。现在开始上地固，先用瓢撒到地面上，再赶紧用扫帚均匀扫开。这个加固剂是我从网上做了很多攻略，最终选择的。商家说我这么大面积只要2桶就足够，可是这才刚弄了1间卧室，就只剩下1桶了，emo了。之前的房子眼看就要到期了，从网上买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了。问了客服，说是操作不当，建议把瓢换成洒水壶，可是附近几家5金店都没有卖的。正当我为之惆怅时，我的同事天使般的为我带来了一个，果然好用的工具可以事半功倍。剩的1桶把其余的屋子弄完，刚刚在楼下租的毛坯房，挑战4000块钱进行装修改造。之前的房子没剩几天就到期了，再不加快速度的话，就真的要露宿街头了。所以只好放弃休息时间，起个大早，先把买回来的洗菜池组装起来。因为还没想好厨房怎么布置，而且平时都在公司食堂吃，所以暂时有它就足够用了。安好了，看下效果，赶紧去买了。去东西很快就买完了，软件材料共花费152元，偷偷瞄一眼看有没有算错，嘿嘿。紧接着又到旁边店里淘了个特价马桶，据卖家说这是个老式的直冲式马桶，冲水的时候噪音有点大，管它呢，便宜就洗。精装房带的洗手台，今天正好去看一下，看完还不错，果断收了它。忙碌了一天，回到家已是晚上了。在忙碌的日子里找欢喜，在喜欢的事情上做努力，加油吧，打工人！水电师傅今日开工，可没想到一开始就给我出了难题，需要1小节25管。这不，我拿着师傅给掐好的量，又跑到装修垃圾点来了。放眼望去，咋都是砖呀！正当我以为要空手而归时，一根黄色的东西好像在向我招手。这
拽出来一看，正好能卡住，赶紧拿回去让师傅看看是不是他要的。是不是你要看？对，有点。这边刚安顿好水电师傅，安热水器的师傅又来了。两位师傅经过一番沟通后，很快便安装完了。紧接着，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。由于买闲置的时候光想着便宜了，完全没考虑安装问题要裁一部分。没办法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只好本仙女亲自上手了，跟物业借来了切割机。事后想想还挺害怕的，确实有些危险，大家不要切了这个鬼样子。好在没给师傅帮倒忙，一次就安装成功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师傅干活还这边的房子还没来得及弄好，之前的房子终究还是到期了，只能先都堆放到一个屋里，慢慢再收拾。原本没打算雇搬家公司，可最近既要上班又要装修，实在是累得搬不动了，索性花200大洋买的省时省力。正如今年香奈儿的广告语所说，如果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做的，那加班完了换几个亮一点的灯泡，这样晚上下了班也能来干活。这是公司一个姐特意给我拿来的，他家装修剩的节能灯。这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完成了好多之前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，第一次切木头，第一次磨水泥，第一次组装，第一次登高，然后发现人的潜能总是在不断的锻炼与尝试中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。很多事情只有你去尝试了才知道原来你可以。床垫今天去提的时候当场崩溃，先是电梯装不下，不梯又不好往下抬，3个人费了老半天劲才从7楼连滚带爬的弄下来，然后叫的货车差点没塞进去，又费了老大劲。好在家里的电梯没掉链子，很给面，完美装下，否则我在路上就已经想好了，家里电梯如果也进不去，床垫也有了，接下来就开始软装了。先把上面的雪离子拿掉，留在镜子上的胶痕也太难清理了吧，我内心很崩溃。算了，弄不掉就留在上面，就这样一直喷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还别说喷的过程还挺治愈。地面上完固化剂后，一直心存担忧，毕竟地面不像铺完砖那么光滑平整，怕住进来之后不好清扫。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做自流平水泥。虽然别人都劝我用地板革或者二手木地板，可我还是想保留毛坯风。驱动性对比一圈下来，选择了一家年轻夫妇开的店，他们人特别好，不仅免费送货上门，还示范教我如何施工。
按照他的方法，我感觉太稠了，既费工又费料，我感觉应该稀一些才对。有了上次弄固化剂的教训，这次必须先把工具整利索了。去五金店买了消泡滚筒，用剩的水管做了长手柄，拼夕夕5块钱买的搅拌头接在手电钻上，一个搅拌器就做好啦。最后穿个一次性雨衣开工，把水泥抱到卫生间里进行操作，省得弄得哪哪都是。先把水泥舀桶里，再往里加水，由于拿捏不准配比，所以就跟和面似的，反复稀了加料，稠了加水。因为不确定自制搅拌机动力够不够，所以就一小桶一小桶的弄。倒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还是稠了，根本不像网上看的那样可以自己流开，还是得靠刮板和抹刀涂抹均匀。第二桶稀是稀了，还是不流动，可能因为地面本身就是平的，跟物业借来了铲雪锹来代替推慢刀，简直省时又省力，再次被自己的材质所折服。最后用本仙女家的消泡滚筒进行消泡处理，防止开裂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只能继续做自流平。有了昨天的实践经验，我发现先在桶里接水，然后再把水泥慢慢倒入水中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。这样的话，用搅拌机轻轻一搅就搅匀了，一点都不结块，而且一定要越稀越好施工，但又不可以太稀，否则干燥后强度不够，容易起灰。先把搅拌好的水泥倒在地面上，再用工具把水泥摊铺均匀。推荐你们多去找一个这样的铲雪锹，等自然流开后，用消泡滚筒来回滚动，放出其中的气体，防止起泡开裂，尤其是前后2次的衔接处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操作步骤，效率也越来越高，很快就把整个屋子都弄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施工后的效果吧。我得赶紧拿出我的传家宝，是时候向大家展现一下我的实力了。把太空泥找一些喜欢的颜色，团成小球，然后拼成花朵的形状，摆出自己喜欢的造型。俗话说得好，动手能力强，省出一套房。今天挑战用30块就可以得到价值1000元的屏风，只需要一个简易衣架、1块毛毡和热熔胶枪就可以啦。毛毡裁成4.5厘米宽，用热熔胶粘在衣架上，然后像拧麻花一样拧起来。快完工的时候，越看越不对劲，皱皱的很没质感。把熨烫法宝拿了出来，于是我把毛毡拆掉重装，轻轻烫一下就会很平整。干湿2种模式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啦。입으면 됩니다.公司楼下租的毛坯房挑战4000块钱装修改造，今天来看了下自流平水泥干了之后的效果。如你们所言，我翻车了，平整度是达到了我个人预期，可颜色为什么偏白呀？而且还不均匀，可能是施工时每一桶的稠度都不同导致的。总之要那种水泥灰，然后就突发奇想，是不是在上面涂一次？我就拿出了之前剩下的水泥，因为不想把地面弄厚，只想上个色，所以就弄得特别稀，然后用滚子一顿刷。其实什么会蹦出来这样一种解决方法？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仔细一看原地杵，水泥根本没有粘到地面上，像是撒了一层水泥粉末，又翻车了，真是心累，能咋办？扫了呗，自己埋下的雷跪着也要拍完。可是怎么扫也扫不干净，我真后悔为啥不先涂一小块试试。既然扫不干净，那就拖呗，大概拖了4-5遍吧，才勉强拖干净，越拖越生气，一气之下决定去东信买个东西。去之前先把剩的自流平水泥退了。挑战4000块钱装修毛坯房，终于在上一期自流平水泥环节翻了车。不管什么原因吧，还是得继续。为了达到我想要的颜色和不起灰的目的，最终选择了灰色地平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光是弄开这些个桶就耗费了我半个多小时。这一系列操作，本仙女自己都震惊，嘿嘿，女汉子不需要男朋友。不过这一大桶确实挺沉的，还是倒在小桶里吧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干活吧。刷漆的感觉也很治愈呢，这可比自流平水泥简单多了，以至于太过放飞自我，连滚筒也废了。换个滚筒继续刷，刷完大面处再用小刷子填补一下缝隙。刷着刷着我累了，来首音乐放松一下吧。
很多人评论说，租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装修？因为我与房东达成了长期租的约定，所以我不仅要装修，而且还要用心的装。毕竟房子是租来的，但生活是自己的。租房不丢人，租毛坯也不丢人，起码住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。你想。淘了几件免费的旧家具，趁着地平期晾味这几天正好改造改造，特别喜欢这种老式家具，改造一下一定别有味道。回的路上还捡了2根洗手盆立柱，看到它天仙改沙发实在是太脏了，忍不住想拆开好好清理一下，谁知越拆越想拆，根本停不下来，直到它变成一个无法收场的悲剧，我决定不要了，继续来霍霍这个大的。这次不敢瞎拆了，乖乖用抹布擦干净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。这也太脏了，它原来的主人一定很爱嗑瓜子。用万能胶把能粘的地方先粘好，翻过来把4条腿拆下来，再用钉枪把开了的地方钉上，然后给它换上新的沙发腿。之前租的房也改过一个皮沙发，正好剩了些皮还能用，量好尺寸准备给它粘上。粘之前先把起皮的地方撕掉，然后一点一点的粘，撕一点粘一点，这样不容易皱。扶手上面全是猫抓的痕迹，干脆把它也粘了，变成一个纯黑沙发。自粘皮放的有些久了，有些地方粘性不太好，用钉枪加固一下。你们猜这个立柱我要把它改造成什么样？嘿嘿，是不是还可以？网上买了传说中养不好就上了天堂的天堂鸟，希望在仙女的庇护下它能健康长寿。家里到处散发着地平气的味道，呛得头疼。今天无意中发现原来窗户有内挡，大同这几天风大的我都不敢开窗晾味儿，这下方便多了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改造成果吧。过来。挑战4000装修毛坯房，差个床基本就能入住了。从网上定制了这样的床架子，物流师傅说这400多花的有点冤，他们仓库随处可见这种托盘。我只能说相识恨晚。网上卖的标准高度都是10几公分的，感觉有点低。往床上一躺就可以定制了25公分的。卖家说出厂的时候只做轻微处理，毛刺可能会有点多。果不其然，上来就扎了我一下，还是戴上手套吧。自己用砂纸精细的打磨一遍，我可不想以后每天被扎。打磨下来的木屑一扫满屋飞扬，所以我自信的用了吸尘器，结果差点忘了今天的主角是床。打磨后再刷上一层木蜡油美化一下，同时还能防水防污。中间放床垫的部分就不刷了，省油。中午没刷完，晚上下班又来接着刷，我可太努力了。干了之后放上床垫看下效果吧。
库大堂的这些玻璃我物色好几天了，也不知道还要不要了，咱也不敢问。今天终于没有忍住问了楼管，说是厂家更换下来的瑕疵品。我厚着脸皮让楼管帮我要了一块，打算做个床头柜。晚上下班说整就整。前2天在业主群里拾掇了几块红砖，正好派上了用场。之前剩的水泥没有扔，真是明智的选择。也不知道我这是从哪儿偷学的5毛钱手艺，每摞一层我的心就跟着揪一下。还好没塌，放上玻璃看下效果。什么鬼，这也太丑了吧！要么拆掉一层，给上面抹一层水泥，会不会好一些？看看我这5毛钱的手艺怎么样？第2天干了之后又来看了一下，依然很丑。不死心的我决定给它四周围全部抹上水泥。别说这粗犷的风格，难道不是美学的最高境界——侘寂风吗？所以说艺术这个东西，只有懂你的人能看懂。里边也都抹上吧，嘿嘿。我好像自制了2块空心砖，这次再看一下。突然有了新的想法，那天淘回来个柜子，缺了一扇门，干脆把另一扇门也给它拆下来，用它来做床头柜，应该会比玻璃效果好一些。柜门太长了，需要锯掉一截，第1次把尺寸搞错了，所以又锯了第2次。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工具，剪视频的时候发现，锯的时候地都在震动。好啦，最后给边缘涂上颜色相近的木蜡油，看下最终效果吧。现在负2层的装修垃圾清运点已经成为我每天必逛的地方。今天又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像是一块木板，检查一下别是石膏板就白费力气了。确认是木板没错，拿回去买几个零件看看下。上期视频捡了一块这样的板子，在评论区得知是一扇双饰面柜门，拿回来先把这些像胶一样的东西铲掉，打算把它挂到墙上做置物架。目前的话，房子已经可以入住了。其他的等入住后再慢慢添置，尽量把每1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为了避免之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在打孔之前已经征得房东姐姐的同意。打完孔用膨胀螺丝把三脚架固定在墙上，最后把板子放上来用螺丝拧紧。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有很多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废弃物品，巧妙利用后也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用途。好了，看下最终效果吧。这个板子是上次和沙发一起搬回来的，今天用它来改造一个餐桌。先把4条桌腿安上，看到别的博主花60块钱买的这个桌腿，我不开心了。毕竟我当时搜遍了全网都没有找着低于100的，只能安慰自己一分价钱一分货吧。这种螺丝状的脚垫除了保护地面，还能调节4个脚的高度，不错。桌腿安完了，桌面这个颜色咋看咋不喜欢，决定把外面的漆刮掉。然而我发现它并不是漆，像是一层塑料膜，膜下面还有一层白色的，应该是石膏。我的天，这板子贼重，我还以为是实木的呢。最终它在打磨机的打磨下现出了原形，原来是用锯末压的渣渣板。又是翻车的一天，先这么着吧，之后淘到实木板再更换。打磨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机器没电了，我也累了，直接上木蜡油结束今天的改造吧，一起来看下效果。
捡了一块这样的木板，从表面的刀痕判断应该是块切菜板，用水狠狠地清洗了几遍后，放在阳光下进行高温杀毒。今天用它来做什么呢？先卖个关子，用铅笔画出我想要的形状，沿着线把边边锯掉。由于木板太厚，手上力气又不够，足足锯了半个多小时。再画一个轮廓出来，沿着线用打磨机旋一个凹槽，如果有刻刀的话，挖深一点一定会更好看。这木板一看就有些年头了，好多裂缝，填上锯末，灌上胶水，再用砂纸把边边角角全部打磨一遍，这样一个小茶盘就基本做好了。最后薄薄的上一层木蜡油，看下效果。原本卫生间它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换了身脏衣服，索性搬到装修垃圾点来打磨。因为在家里打磨灰尘实在是太大了，每次我都清理到怀疑人生。正当我为仙女的机智暗自高兴时，没电了，无奈的我又抬回家里，用脱漆剂继续除漆。好在起泡后用铲子一下就除掉了，只不过和打磨后完全是两个颜色，我不得不再抬下去打磨成一样的颜色。早知道我就不费打磨的劲儿了，直接用脱漆剂多省事儿。还好没有翻车，涂上木蜡油，妥妥的中古风。看下最终效果吧。厨房，我想说其实在第6期的时候已经装完了，好像是有些敷衍哦。当初只想着够洗个水果，能煮个方便面就行了，忘记考虑锅碗瓢盆往哪放了。那今天就来挑战一下100元内给我的毛坯房装个橱柜吧。这些都是捡来的边角料，先裁切出合适的尺寸，再一块块刷成白色，因为我喜欢的厨房是白色的。买了50块红砖用来砌柜体，瓦工球再一次上线。你在做什么？接下来忘了摁开始，没录上。总之砌完是这个样子。第2天晾干后用乳胶漆刷白，别问哪来的乳胶漆，问就是捡来的。这个不要钱，你弄就行了。高度是多少你知道吗？小姐，你帮他加个分。出去买围帘的时候，碰巧老板娘也在附近住着，得知我自己装修，硬是不收我钱，怕我不会安装，还热情的帮我上门安装好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在老板娘的热情帮助下，我的橱柜只花了40元，一起看下效果吧。
是一个莲花造型的吊灯。当我看到它的第一眼，就被它晶莹剔透的玻璃外表所吸引。没想到买灯送安装这项服务竟让我措手不及，因为我压根没想好具体的安装位置，那就先让师傅安在工程灯口的位置吧。灯线长度就先不动了，方便我后面自己做调整。看到如此的造型，被一个定滑轮为了搭配金色灯线，把它也涂成金色。第二天找来物业小哥帮忙打孔，看到我在拍视频，小哥有些不好意思，但依然稳准狠地完成了使命。接着金色的定滑轮省力又费巨地完成了它的使命，然后没费吹灰之力的我也完成了最后的安装，看下效果吧。听说我的卧室改造视频居然被3000多万人看过，那姐妹们一直催的卧室分享来了。因为是租房，所以没有添置很贵的东西。先跟大家说一下衣柜吧，我觉得它不太符合我的气质，于是我又画纸，是仿皮纹路的那种。贴完之后果然变得高级多了。接下来说一下风的东西，价格都有点高，这款我看了很久，价格实惠，颜值也挺高，果断入手一个。床的颜色我不太喜欢，几番商量房东不愿意搬走。灵机一动，套个床头罩吧，摇粒绒材质还挺舒服。床的另一边放的是一个智能床头柜，满满的科技感，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，还有2个音箱。早上起床拒绝起床气哦。这个 ins 风的小推车会是它唯一的缺点。被问的最储物空间够大，就是拼装起来有点费手。桌子是白色的简二，零食车是每个女孩都想要的吧？今天捡了一块转角木板，确切的说是要来的。看到它的一瞬间，我便开始谋划要自己搭建一个吧台。废弃的轻质砖被我搬回了家，先垒一个承重结构。很多人问墙面弄的什么材料，墙面我没装修，具体什么材料我也不太懂，只知道可以不用铲墙皮，直接刮腻子。有谁知道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知一下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特别，也不掉灰，所以保留了它原始的样子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钱。用乳胶漆刷成跟橱柜一样的白色，然后开始处理台面。你以为我要弄转角吧台，其实它与转角并没有关系。把多出来的转角切掉，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挺费工具。又从楼下5金店买了把果木锯，没想到还挺好用，给木板打上孔就能安装台面了。显然砖上的先这么着吧，回头换几个长一点的螺丝。最后给台面刷上木漆漆，看来我的小吧台还缺个咖啡机。大家还记得这个柜子吗？上边的一扇柜门被我拿去做了一个你们都说丑的床头柜。今天我要正式对柜子下手了。柜体原本的颜色掉的差不多了，所以第一步要重新上个色。中间打算贴贴纸，就不刷了，省点漆。结果贴纸发不了货，那就都涂黑吧。但我始终无法释怀对这个复古花卉贴纸的喜爱。既然贴不成，那就画上去吧。接下来有请我的画手朋友来注入灵魂。你在做什么？搞定，安上把手，看一下效果。这个柜子是我在网上花了100多块钱淘来的，原本的样子也挺不错的，但我感觉改造一下应该更有中古风的味道。买了一块藤编，花了我80。买藤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买压边条，卖藤编的店铺里面都会有的，还有万能的热熔胶箱。先来量一下玻璃的尺寸，高度25公分，根据玻璃的尺寸去裁剪藤编，标记一下要裁剪的位置，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，不要把边剪散掉了。完美，这个尺寸刚刚好。热熔胶干得比较快，我们需要一边打一边粘，
千万不要把热熔胶打在玻璃上，一定要打在藤边上，对齐按压紧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藤边的部分，有了藤边条会显得更加精致一些。藤条的贴法跟藤边一样，沾上热熔胶摁紧就可以了。之前免费淘的老柜子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快2个月了，今天终于有时间捯饬它了。不想改变它原本的模样，干脆就在它复古的基础上改得更复古一些吧。先把残缺的玻璃拆掉，这装饰画也太有年代感了吧！把手也拆掉，换对新的。这个柜子之前应该被改过好多次颜色，因为我整整出了5遍漆，黄檀色的漆搭配原本的底漆，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。第2遍调深了之后，瞬间有那味儿了。亚克力板加静电贴膜，是不是很像水波纹玻璃？又省了不少钱。安上去看一下，还不错。上次改造黑色立柜剩了一对把手，正好给它安上去。两侧换个蓝色的亚克力板，没想到我随意搭配的颜色反而更复古了。刷漆的时候把原来的图案盖住了，重新画上去。用砂纸打磨一下，涂点木蜡油，这样做旧的效果就出来了。最后安几个小配件。板凳做餐厅凳，腿松了，塞根木棍，一根不行就再塞一根。第2个横杆开了，小问题，一根自公司就可以搞定。第3个没坏，就是硌得慌，填个木片儿。这边也填一个。摸一下平了，最后给它们刷上新的木漆，一遍盖不住，干了之后再刷一遍。板凳面刷的黄檀色，板凳腿换成黑色。简单的构成个性的结合方式，营造出既实用又独特的风格。餐厅算是完工了，接下来给我的小吧台弄一对不一样的吧台椅吧。不惯了，先打开看看吧，这样看还行。40块钱买的松木条够做2把椅子了。先把椅子腿组装好，没有技巧，成品想象发挥，随时有可能翻车。手电钻拧秃噜了，换个钻头继续。懒得提前打孔，就会是这样的后果。在手动和自动交替作业下，椅子腿可算弄好了。9块9的切菜板拆掉提手，用来做椅子面。接下来需要把腿和面结合在一起，用铅笔标记好位置。由于板子太厚，如果从上往下钉的话，容易打偏，还容易开裂，所以选择从下往上钉，也就是先把钉子穿过木板，然后再把腿敲进钉子里。最后给侧面安2根横梁加固。没想到我成功坐上去了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事实上，接下来才是椅子的精彩部分。给椅面中心开个孔，敲一个螺母进去。
背面也按一个。把配套的螺丝杆杵在18.8块的自行车座上，顺着螺母拧一拧，转一转，最后看下成品效果。我租的是3居室，一间做卧室，一间打算做工具间，还剩一间就做个衣帽间吧。捡了一个货架，把最上面一层拆掉，拆完之后上方空间变大了，正好可以挂衣服。一切和家里不搭的颜色都可以把它涂成黑色。10块钱买了几根原木棒，货架两侧是空心的，交叉着插2根木棍。看到这里，你们应该知道我插木棍的意图了吧？两侧的支撑点缠一些麻绳做固定。一个简易衣架做好啦。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一个衣架怎么够用？找物业小哥哥帮忙打孔，再做一个吊顶的吧。膨胀钩挂墙，钢丝绳挂钩，树干套圈。吊顶衣架也做好啦，放一块看一下。应该把左面的网高调一下，让2个衣架有个高低差会好看一些。
抱歉家人们，好久没见。前段时间公司筹备举办了运动会，连着加了好多天班，根本腾不出时间弄房子，所以耽误了更新进度。先来做最后一间屋子的自流平。这间屋子搬家以来一直用来堆放行李，刻意留了2袋自流平水泥，等着最后来做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操作起来简直轻车熟路。先放水，再倒水泥，自制搅拌机再次登场。只不过这次味道不太对劲，还是手动搅拌吧，搅拌到能拉成一条线应该就可以了。参照和麻酱的原理，地面先前已同其他房间一起做过加固处理，所以可以直接上自流平。没翻过个几回车，绝对练不出这么到位的蛤蟆功。这次弄完，我再也不用跟水泥打交道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便超级有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弄，一道工序都不少。之前几次施工担心料不够，所以调得偏稀，导致干了之后颜色发白。实践证明，这次弄稠之后依然发白。不过历经之前的种种折腾，我已经妥协了。毕竟地平漆虽然可以刷成我想要的颜色，但是至今仍然有味道，而且不经磕碰，看看都被我造成啥样了。剩了些固化剂，自流平干了之后撒了2遍，没想到效果出乎意外，除了撒的花了些，颜色和硬度上都有了改变。屏幕前的你们请借鉴，不要轻易刷地平漆。好啦，最后一间屋子的地面就算处理完了，这间准备改造成工具间，正好这次运动会得了一辆露营推车，放在工具间再适合不过了。于是我准备对我的餐厅下手了。经过前几次的改造，我自信满满，但我保证这次真的不是为了省安装费，就想以后搬家的时候好熟悉一下拆装流程。完了，我后悔了。我也越看越丑，那就重新做一个床头柜吧。从村里拉回来一个装粮食的老箱子，箱子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，用木屑和502反复填补，补平后用砂纸打磨光滑。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，把箱子搬下楼，用园林师傅浇树的水管好好清洗一下。我选的是一个紧挨着下水井的地方，边冲洗边流下水。可是我这架势才刚展开，水管就被师傅妙回去了。来吧，继续冲洗。里面糊的报纸被水泡过，很好撕，虽然有点脏，但解压。处理完报纸，再用洗衣粉最后冲洗干净，收拾残局，物归原位。箱子晾干后，进行下一步改造。先把原来的田字水泥块扔掉，然后给箱子装一些金属小配件。其实这里出现了失误，不知道细心的你们发现了吗？可是钉子不够了，那就将错就错吧，毕竟有时候错版也弥足珍贵。最近做这些东西，在审美这个话题上引发了不少争议。我想说，审美无标准，我爱即高级。一起来看下效果吧。我全网最小的粉丝送给我一根木棍，给我的床做个床头，10块钱买了一根原木棍，让卖家一切为二。然后就是要想办法把它们组装到一块儿，先给长木棒钻2个孔，找2个螺丝杆，拧一半进去。
另一半给短木棒留着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一圈一圈拧进去。组装好了，侧面有2个孔，也要想办法处理一下。剪一根树枝，切2个圆木片，去掉树皮，大小刚刚好，用木工胶固定。最后当然要刷上万能的木蜡油，待晾干后就可以安放床头啦。所谓人有靠山，处世泰然，愿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够有照有靠。今天终于把1个月前救出来的猫咪接回家啦，那就一镜到底，和猫咪一起参观一下我的毛坯小窝吧。一进门，右手是卫生间，还有待进一步改造。
进门正对着的是客厅，然后往里走，左手是主卧，也将是猫咪的禁区。客厅原本改造了一个茶几和一个老柜子，为了给猫咪充足的游乐空间，被我搬到另外一个屋了。这边是餐厅、吧台和厨房，右边的书房被我堆放的杂物就不给大家看了。转过来，这间次卧是被我改造了一半的衣帽间，以后就留给二丫住吧。客厅的单人沙发搬进来给它做成了床，还准备了几个小公仔陪它睡觉，不知道它喜不喜欢。之前房子还没彻底打扫干净，所以一直把它寄养在朋友家里。1个月的时间，它长大了好多。那就带你看一下窗外的风景吧。天好蓝，景色也好好。夏至未愿，人间已秋。那些在夏天被一再拖延的计划，注定会成为这个秋天最美好的铺垫。秋秋的故事未完待续。除了脏一点，其他的都挺好。当我准备走的时候，又看，想要也拿出来。好的。
我是个杂物件。过了是吧？我用过了，这是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一直都很喜欢这样的法式复古窗，和我的新窗帘也很搭。让他先在这里晾干，再来做个网红衣架，网上卖100，咱们自己花10块钱复刻一个。妈闺蜜的餐厅从这样，下面的颜色我要想办法给它盖一下。这色好丑。
10块钱淘来了一个床头柜，这个柜子的质量还是挺好的，看起来也有一些年头了。它上面的这个人拆掉，原来是胶粘的，抱歉，用锤子略显浮夸了。网上买的打磨机一直没到，我决定用砂纸来擦擦看，但没想到这陈年老螺丝也被我这样轻松的拧掉了。上次补墙还剩了一些腻子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腻子，先补上看看效果吧。买了4条猪腿和一个复古雕花，把干了的腻子简单打磨一下，会变得更加平整。再用胶水把这个雕花给沾上。我太喜欢这个奶乎乎的调了，像不像奶油？试了一下色，还是很满意的。一个大极限的奶油柜，咱们就这样完成啦。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爱捡废品的习惯，那一定回去要做好清洁再使用。瓶子有点丑，剪掉一部分，这个有点不太好剪。再用热风机把瓶子吹成不规则的形状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家没有的话，那你就用吹风机来试试吧。好不好用我不知道，但是应该会很费电吧。不用在意它是什么形状，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。丙烯和石英砂1比1的比例，搅拌均匀。我想要那种奶油质地的，我又加了一点点的黄来调色。想不想吃一口？刷起来有点慢。他在干啥？让通风，让瓶子干得更快一点。但是没想到，人生真是无常，捡了2个瓶子，差点丢了一个窗帘。瓶子总算是干了，用白色的粘土绕一圈，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扎手了。关于瓶子上的图案，我就来一点小破点就好了，毕竟太难的我也不会画。嘿，是春天的颜色，我喜欢。极限3选1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呢？全部完成。光速从网上下单了一块圆形镜子，9000多我是买不起的，但是我可以自己做一个啊。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它这个地方应该是用腻子粉来做。腻子粉加上石英砂搅拌均匀，再适量加入清水和白乳胶。切记，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。在镜子上画出一个月牙的形状，把调好的腻子粉涂抹上去就可以了。我好像调的有点太稀了。视频成本，裙子加1，再找一块这样的海绵，制造出月球表面凹凸的形状，加一点石英砂，用手来戳点小洞，增加月球的肌理感。再把边缘的沙粒清理干净，再晾上1天。已经干了。发灯带粘在镜子后面就完成了。最后，我家沙发一直空着，正好家里之前囤了一些布料，打算做几个抱枕。布料长度不变，宽度大概32厘米。谁能想到第一步就输给剪刀这个环节了？再次失败。再用剑刀撕一下。把面料反过来，用针线把边缘缝合起来。第一次做针线活虽然不难，但是开始装棉花，再把口封上，顺便再打个结。咱就说这网红抱枕一整个不就被咱拿捏住啦？我又用剩余的面料做了一个不规则形状的，像不像一个手提包？当我准备摆上去看看效果的时候，这沙发平时没少被巧克力霍霍，部长都不舍得骂你了。幸好前2天入了台必胜不易清洗机，平时用它清洗沙发地毯什么的特别方便。这个3角刷头我是爱了，沙发的边边角角通通可以清洗到，就连一些老顽固也不放过。上次地毯上画剩下的颜料也毫不费力气的就清掉了，干干净净的，才跟我的抱枕更。打开了橙色软件，找了一家卖木板的店铺，还让老板帮我定制了我想要的形状和尺寸。4根这样配套的螺杆、螺母都有，孔是之前老板帮忙留好的，先装法兰螺母，再装带盖的螺帽。这个倒是没什么难度，就是有点费手。底部的这一层就这样装好了。做个标记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你以为我会承认因为我的盲目自信而重新返工过呢？记得每一次都要装上螺母固定，放上板子，继续把螺丝拧紧。后面2层的做法和第1层一样，高度调整一下，拧上螺帽，再把日常用的东西摆上去，看看效果吧。家里没有做画框的材料，打算到楼下废品站去碰碰运气。嘿嘿，没想到还真有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这也太合适了。然后分割一下，切一下就可以盖上，完美。
看了一下参考图，画出自己想要的尺寸。挂号先调，戴上眼镜。那咱们就开整了。左3个卷，再用气钉枪把它们钉在一起，这样你就会拥有3个相同的边框了。再给边框均匀的刷上木蜡油，咱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于是我花了20块钱买了一块科技布，打算自己做一个。先把布料裁出6块相同尺寸的正方形，因为房间不是很大，我觉得做个65乘65的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就是缝合了，我这个针线活实在是不拿手，上次缝抱枕就扎伤了2次。并求歪圆。先是到了第一角，把我想做的形状跟阿姨讲了10几分钟。他终于动了。这我怎么也说了，没关系。他是听懂了，但他不会没关系。隔壁还有一家，这次阿姨不但听懂，也会做。但是阿姨说最快要2天，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又看到一家。没想到裁缝居然是个大爷，只见的大爷手起针落，很快就做好了，还帮我加了一个拉链。15块是吧？是搞完了。几经波折，终于到家了。这个沙发本来是打算扔掉的，外面的这些脏的都已经洗。但是里面的保丽龙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这一不小心又省了一大笔。还是拖在外面去装吧，害怕飞得满屋都是。忙活了半天，终于装好了，看看效果吧。网上买的材料一直没到，决定去木材市场看看。整张板的价格太贵了，老板就给我推荐了块边角料，买了3块，一共花了40，这钱花的值。木板买回来了，打算自己切。等它晾干，我也休息一下。这时候油漆也晾干了，接口处我用了螺丝和免钉胶，会更加牢固一些。自己做的可能没有外面卖的精致，但是自己动手的感觉是。草图又花了5块把它打印出来。为了避免翻车，直接贴在木板上切割会更加容易一些。接下来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切割的大动作。找师傅切需要60块，我自己切只需要60。已经很有那个调调了。大家试一下，完了，锯的好像有点太窄了，只能重新返工。突然觉得师傅要60块是真的一点都不贵。试了3个颜色，最终还是选了这个奶油色。不得不说，今年真的是中了奶油色的毒，实在太喜欢了。等油漆晾干的时间，我把囤了几天的快递给拆了。看起来还不错。这2个是花瓶，造型很小众，看起来就很高级。这次又入了一个大的托盘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藤边镜也超爱，这细节不得不夸。对笑脸的东西完全没有抵抗力。开灯看一下，油漆也晾干了，装起来看看效果吧。先去市场买材料，老板说这样的造型板很适合。18的这种的话是70块钱一张，一共买了3回一下，花了100。专业的果然不一样，几分钟就搞定了。底部我用的是这种连接片，承重效果会更加好一些。然后再用气钉枪把它们全部都钉起来，钉好之后再给它换个颜色。上漆之前还是换上拖鞋更舒服一点，和闺蜜1人1双，这足跟看着就很舒服，踩起来软软的，穿着干活也不累了。为了让它早点注入它的梦中情房，我最近一直在木工和油漆工之间来回转换，一共刷了3遍，颜色果然好看多了。晾了一晚上也干得差不多了，最后再摆上摆件，看看效果吧。最终还是选择了这种泡沫红角。看了一下教程也不难，咱把找师傅的钱留着干饭它不香吗？
为了避免后期开裂，一定不要留缝隙，也可以用美纹纸加固。如果没有，你也可以一头呆纸。等晾干后就可以撕掉美纹纸啦，然后再用腻子找平。经过这些天的改造，感觉自己直接省掉了一个施工队的钱。这时候腻子干了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给墙面挡。再刷上乳胶漆，挂上我12块淘来的蕾丝帘。宝贝，看了一下四处无人，带回去改造一个网。外观看起来整体都挺好的，就是袋子已经坏了，打算给它拆掉。很多螺丝都生锈了，有些电螺丝刀也解决不了。淘到一个旧电视，我想把它改成这样的电视鱼缸。为了可以配到合适的鱼缸，先把电视的外壳拆掉。打开的那一刻，我彻底懵了，这么会线路，这得拆到什么时候？只能一根根剪了。颤颤巍巍的我总算把壳子拿下来了。为了买到大小合适的鱼缸，我居然跑了3家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太狠了！又顺便买了几条小鱼，1块钱一条。把清洗好的底沙放进去就可以开始造景了，贴上背景纸，立马就有海洋的感觉了。再放几颗水草点缀一下。笑语等唱。我又在鱼缸的上方加了一个灯带，装上壳子，看看效果吧。这是它改造之前的样子，先把垃圾打扫干净。今天收到闺蜜寄来的快递，真是拿她没办法。把编织绳对着测量一下长度，再剪掉多余的部分，把绳子穿过椅子的顶部，2根绳子再依次分别交叉，接下来就是一整个穿的大洞。
回来做一个。现在热缩片上画出花的形状，我比较懒，就直接打印了，这样打印出来的形状都是一样的。用白色粉笔打底，再用粉色做渐变，再画一些线条，增加肌理感。看着这么艳的颜色，差点以为要翻车了。用热风机垂直收缩，用手再给它捏出形状。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看的。叶子部分就简单多了，然后把灯串拧成一条线，用微胶固定一下，照灯，然后再装上花朵和叶子，再继续照灯，再放点水晶石做点缀，郁金香小夜灯就这样做好啦。刚好上次做抱枕还剩了一些布料，拿出我私藏的针线盒，在不要钱的纸板上画出花朵的形状。啥乱七八糟的。接着把纸板剪下来，我和闺蜜想要做2个不同颜色的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不同的2块布。再剪一个侧边条，缝合起来之后看起来会更加立体一些。前后折腾了1个小时，被针扎了10次，终于完成了。好像要翻车。原来是上下的2片花朵没有对齐，那只好拆掉重来。造的不成样子了，制作懒人沙发还剩了一些宝丽龙，正好填进去，最后再缝合起来，看看效果吧。他居然说用1瓶滴胶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滴胶杯垫，正好春天的时候还压了一些干花，还不错，颜色保存的都很好。既然是要做滴胶杯垫，那自然是少不了滴胶啦。又向邻居借了一把热熔胶枪，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，就只能再调一遍胶了。我觉得干花随意摆放都很好看，再给它们组合成花团锦簇的样子。经过1下午的努力，总算是有点样子了。第1遍滴胶晾干需要2个小时。最近闺蜜来我家住，总说我的床垫不舒服，顺便给我俩换个舒服点的床垫。缝起来的感觉实在是太治愈了，软硬适中，适合我这种腰椎不好的人，提供强大的支撑力的同时，还能减少翻身时的噪音。黑白灰色的设计，颜值看起来也很高级。再换上新买的4件套，今晚就能睡个好觉啦。这时候滴胶也干了，倒入第2遍滴胶，静置24小时就可以脱模了。哇，每一个都很好看，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。200块淘了一个餐具盲盒，庆祝表姐搬了新家。看到别人拆出来的都很好看，今天咱们也来试一试，看这均价4块钱的一个餐具到底值不值。就是追别人扔掉的贝壳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KK， 就冲着颜值，咱们说干就干。那外框就用它吧，这么久也看腻了，也该完成它的使命了。再准备1卷鱼线，你们看这些像不像虾片？
会儿用鱼线全部都穿起来，然后你就得到个反面教材。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：搬好小板凳，注意看穿线手法。如果还有哪个小贝壳之间，记得留好间距。做一条也就5分来钟，嫌麻烦可以叫上工具人来帮忙。如果叫不来人，就当我没说。好了，在框框上钉好贝壳的间距，最后把所有的贝壳全部绑在螺丝上，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正好一直喝的黑咖啡空瓶了，想用它们来改造一下，花了20元在网上买了一些 DIY 材料，又在楼下挖了一点苔藓。这个瓶子外面的插画就很好看，是摩卡纳咖啡艺术家限定装大地主题，包装的设计理念是新生，灵感来源于可持续性。先用小石子和营养土一层一层的铺满瓶底，打稳地基就开始造景了，把苔藓一块一块的放进去，尽量的压紧实一点。再把这些可爱的小摆件全部都放进去，第一个就做好了。第二个瓶子打算做一个无果香薰，先把灯串放进去，然后再加入扩香石，最后再加几滴精油，看看效果吧。我忍我家橱柜已经很久了，柜子又深又小，找个东西实在太费劲了。端下的蜡篮和轨道，回来自己 DIY。先用收缩带把轨道和拉篮固定在一起，在安装的地方用笔做个记号。底部我用的是纳米胶，也可以打螺丝来固定。装好就可以放进去了。试了一下，抽拉很丝滑，承重也完全没问题。收到了一堆的快递，为了搭配卧室的风格，我们换了新的窗帘，新的窗帘，新的感觉。这次的卧室选择地毯通铺，整个房间才只要100多。上了我家的柜子，准备好贴纸和油漆，还有一双快乐的小手。来看，先把柜子擦干净。接下来就是期待已久的贴纸环节。提前裁好贴纸，一块一块的粘在抽屉上，贴上贴纸一下就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再装几个金灿灿的把手，这该死的高级感扑面而来。之前的茶几坏了，那就在新的茶几上浅浅的做个首饰盒吧。在海绵上贴上一层丝绒布，再用盒子两侧的纸板做一个隔断。我的戒指和项链终于有家了，然后用海绵和丝绒布卷成长条，一个一个的塞进去。我又加了一块镜子，看看。
多不要的东西。是吧？这个板子你还要吗？好，回来后简单的给它清理了一下。板子的尺寸是1米乘90的，我打算做成半圆形的那种。没有专业的工具，那咱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。板子的直径是90，那两侧各余5公分。抡起锯子，咱们就是一个切割的大动作，边缘也记得打磨一下，这样会更加光滑。打孔的时候，下面要找东西垫着，这要一个不小心把地板打穿了，我这个月可能就要替房东打工了。全部打完孔，洞洞板的雏形也就有啦。4个颜色，实在不知道该选哪一个。保险起见，最终还是选了绿色。上前看一下效果，再安排上我的升降桌，一边工作还能健身，真的很不错。既然这么好看，那我肯定要冲。路过楼下废品站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这个。哎，阿姨，你这个还要吗？不要了，你这个给我吧。谢谢。喜欢很久的山水画灯，准备好颜料和工具，打算自己做一个。先把盒子多余的部分拆掉，用粘土把洞补上，在盒子的表面刷上一层木蜡油，等它晾干。又找了一块废旧的纸板，再把它按照山的轮廓剪下来，用石英砂和丙烯搅拌均匀。在盒子底部打好底，千里江山图就跃然纸上啦！在家里就能感受到山水的气息，也算是提前享受养老生活了。那咱们就是一个火速下单的大动作。干花我这次直接买的现成的，还有5块钱一个的模具。新来的南希师傅又上线了，但因为前面有做杯垫的经验，谁能想到这次台灯做的我真的是一波3折啊！先是按比例调胶，把调好的胶倒到模具里面，干花就随意摆放，老规矩，怎么好看就怎么来。突然发现买的模具好像不太够，只能等到第一批晾干了。但是第2天发生了新的问题，这都用完了，一点也倒不出来了。剩下的每一滴都很宝贵。第2天又重新做了一些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个个都好看。终于到了做水波纹的环节了，万万没想到这个灯它怎么都照不干，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就这样我们就照了1天，第3天终于做好了，底部打上孔，再用金属环给它们穿起来。经过2天3夜的折腾，我的滴胶台灯终于做好了，看看效果吧。花了50买了一块木板，师傅还免费的帮我切割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4角找好位置，全部打上孔。又到了极限3选1的时候了，咋又纠结上了？为了搭配厨房的风格，最终还是选了木蜡油。等等，不太对劲，这是阳间用的东西吗？又刷了几遍，总算是有中古风那味儿了。在螺杆上标记好隔板的位置，接下来又是漫长的拧螺丝的过程。装上隔板，这么看也还行，可以说是非常完美。家里的小家电比较多，这下他们全
根据自己想要的尺寸，在网上买了几块木板。既然东西到了，咱就开干吧。Manchmal quietschen die Gelenke und dann gibt's einen Tropfen Öl und schon läuft alles wieder wie geschmiert。组装背板的时候，发现它居然裂开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还可以用。把所有的隔板全部装好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啦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木蜡油闪亮登场。我真的是爱惨了这个颜色，边边角角也要处理一下，这两边的效果刚刚好。2个小时轻松搞定一个1000元的杂志架，摆上杂志装饰一下，看。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远远就看到了一个没人要的柜子，正好捡回去改造。有这样的好事儿，我岂能放过？看了一眼这个柜子，它除了旧，也就剩脏了吧？等等，怎么还有不明生物？我觉得最好的改造办法就是裁掉它。拆除工作已准备就绪，就是这个一风化的贴纸，着实让我发了愁。刚好家里还囤了一些袋子，正好用它们来做一个。平时买饮品没舍得扔的袋子，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。用蓝色波点这部分做包身，剪出尺寸大概22厘米的正方形，把纸反过来，4个内角向里折叠，把折叠好的正方形分成3等份，中间的折痕形成一个井字形，再展开2个对角，把2个对角向下折叠，两边都是相同的步骤，然后你就得到了一个小。最后再把好看的图案粘上去，一个迷你的小包包就做好了。我又用剩下的纸袋做了一个纸巾盒，最后再装饰一下，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我那冤种闺蜜她又来搞事情了，不知道她在哪儿弄来这么大一个柜子，让我帮她改造。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门都掉了，没想到在柜子里还有了意外收获。这个东西还真是古董了，别研究了，开干吧！你们看我改造了这么多的旧柜子，想必这些流程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吧？接下来就用腻子膏先横着，再竖着，就这么一刮，裂缝就填满了。刮完等干以后，再用砂纸将腻子粉打磨光滑。今天就先来改造它吧。桌子的整体还是挺好的，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了点岁月的痕迹，该补的地方全部用腻子膏补上。这要是改好了，咱们再用它个10年8年也完全没问题。在网上买了几根木线条做装饰，然后切割成自己需要的尺寸，再用热熔胶把它们沿边粘好，亲测有效，粘的还贼牢。
基建工作已完成，工具也准备就绪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刷。一共刷了3遍，颜色越刷越饱满。这次选了黑色的把手，真的不是我夸，这该死的高级感扑面而来。我的书桌终于改造好了。出发废品站，看能不能捡块木板回来自己做。不到，那就自己画图，网上买材料吧。根据自己想要的尺寸，在网上订了几块木板回来，我是老板帮忙打好的。我用了2个旧茶盘改造了一个中古小推车。前几天在清理储藏室的时候翻出了2个旧茶盘，就是这颜色。就看在它还有改造空间的份上，就用它做一个推车置物架吧。原本想要用这种木条做支撑，但它实在太丑了，还是决定用金属支架。相信复古和金属一定能擦出火花。现在4角找好位置，拿出趁手的工具，南皮师傅的木工大业又要开始了。又选了一卷老花皮革，这要做成包可得值不少钱。先把皮革按照托盘的尺寸标记好，再裁剪出来，再给这富婆标配的皮革上剪出4个孔，再用双面胶粘牢，然后就是拧螺丝的一系列操作。短的螺杆装在下面，那长的螺杆就装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封顶、装轮子，再把卫生搞一下。最近用这个智能垃圾桶实在太好玩了，真是科技拯救懒人呐！用手一挥就自动开盖了，容量也很大。另外还会自动关上，以后就不担心我家狗子乱翻垃圾桶了。再轻轻点一下这个按钮，它就自动打包垃圾，再也不害怕脏手了。还顺便把下次用的垃圾袋也铺好了。这边还配了一个电池，充1次电能用上90天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试了一下，稳定性也很不错。原满1/5的价格买了一些材料回来，拿出之前家里闲置的画框，又花了20多买了一些积木和底板，那就是为了还原原版的样子。我还在画框上刷了一层白，趁晾干的时间把积木小人全部拼装。在拼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，好玩是好玩，就是有点费手。先来瓶饮料，中场休息一下。这时候油漆也晾干了，用羊眼螺丝固定在画框的中间位置，然后把拼好积木小人的底板装在画框里，再用荷叶把框架拼装起来，上下自然效果。天在抽屉里翻出了一块闲置的窗帘布，这么好看的颜色，要是给它压箱底，岂不太可惜了？用这我是做不出来的，但咱们可以使用超能力呀！只要20几块，便宜又结实。接下来就是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又极其考验耐心和手法的繁琐过程，然后再将量好的布一片一片的裁剪出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打上热熔胶，然后再把布粘上去。哎，这手法怎么看着眼熟呢？就挺像我小时候我妈给我扎头发，前提是一定要紧。接缝处多余的布料也要裁掉，这个白边边真的是点睛之笔啊！这样看是不是已经很好看了？当然还不够，再给它加上一圈珍珠刘海，这下精致的可不是一点点呢。对于一个精致的细节控来说，那必须将精致贯彻到底啊！光是当杆就找了好几家店铺才东拼西凑起来的。本以为找材料这一步足够能让我秃头了，万万没想到，一生要强的我，接天线成了我的短板。这不行，我得找个人来帮忙，关键时刻还得看闺蜜呀。闺蜜这边也装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。紧
今天在楼下遛狗的时候，看到地上有很多好看的落叶，想把它们装进画框里，用这种方式留住秋天。先把捡来的树叶压在书本里，还可以帮助吸干遗留在树叶里的水分。小时候经常做蝴蝶标本，所以这环节我熟。压上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可以验收成果啦。叶子的脉络都很清晰平整，在方格里标记出要摆放的位置，按照方框大小剪出叶子脉络清晰的部分。叶子背面贴上双面胶，再一片一片的粘好。下周就是和闺蜜认识10周年的纪念日了，再做幅照片款的送给她。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我们不同的故事，这些照片都是我们10年友谊最好的。书架刚好我家沙发边上还空着，好看嘛是挺好看，先去木材市场看看，看能不能捡个乐回来。50搞定了半块松木板，再按照自己想要的尺寸画张草图出来。没想到我只是做个书架而已，居然变成了一道数学题。再把需要的木板切割一下，然后再像这样全部拼装起来。书架是做好了，我居然油漆忘记刷了。好吧，自己造的孽，哭着也得刷完呀。还好我够聪明，自己做了一把刷漆神器，这小问题就完美解决了。共刷了3遍，颜色和原图也很接近了，看看效果吧。今天和闺蜜回去的路上，看到别人扔出了一堆装修的废板子，我看他骨骼惊奇，是一个改造的好苗子，挑上2块能用的捡回去，做一个还留下了很多没有拆掉的螺丝，这就给它拆掉。最近气温打折式下降，谁能想到南方的冬天居然也节目了，那就只能采取一点非常规手段。板子可能这辈子也没想到，居然还在我家搓了个澡，让我看看是哪个大院主又在花钱了。哦，原来是我。把现成的桌腿装上，那就开干吧。今天在楼下扔垃圾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角落里有一个没人要的废纸桶，一下子就想到了小区里的流浪猫。最近的天气实在太冷了，它们也只能躲在纸箱里避寒。做了这么多次手工，这次我想做一点有意义的，于是我就有了新的计划，给流浪猫们一个家。回到家后，先给纸筒消消毒，然后再擦擦干净。就算是流浪猫，咱们也不能马虎呀。在前面刚说了大话，麻烦就来了。由于纸筒太厚，工具又不对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这才你拿下来。这些刚好是上次给狗做窝的布。再给桶的外观装饰一下，做一个可爱的奶茶配色，是那种看一眼就很温暖的感觉。门洞这么大小就差不多了，担心开得太大会进风不保暖。再用随意的手法剪出一个牛奶花边和珍珠，这时候捡来的抱枕就派上了大用场，做个垫子放进去试一下刚刚好。盖上盖子，插上吸管，就有那么一点感觉了。再放几颗纯手工打造的珍珠。我们现在把猫窝送到猫咪经常出没的地方去，上面再盖层塑料布防雨，希望这个冬天所有的猫咪都不再怕冷了。去市场买一切木条，这一根才几块钱。我做的是90乘60的桌面，需要的材料一共就这些。用砂纸把木条的四周打磨光滑，要小心木刺会扎到手。再用木蜡油给它们变个色，这一刷质感都翻了倍。等木蜡油晾干，木条间隔0.5公分排成排，再用绷带作为连接，用铆钉一个一个的钉好。这个很好玩，像打地鼠一样。平时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收纳起来。套腿用的是这种连接片，网上和5金店都能买得到。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桌腿，倒像是一个大钳子。再给它组装一下，我的蛋卷桌就这样完成啦。先去附近的玻璃店踩踩点，看有没有扔出来不要的。老板，这个玻璃还要吗？咱还顺便问问老板，这个做壁炉可不可以？
老板听说我一个人徒手要做这么大个玩意儿，接着给我一顿夸赞，并连尺寸都帮我算好了。老板看我是个爽快人，做不锈钢的，让我去那儿看看。没忍住，100块定制了一个炉架。我还缺一个放酒精的容器，等着要控制成本的前提下，我又订上了俺们这儿的2元块，全款拿下了一个碗。我原本想花个30、50的做一个，可是姐妹们，事情到这里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。转头一想，人家卖一个都要大几千，咱们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感觉这样安慰自己，心里突然就好受多了。回到家后，用这样的玻璃夹把玻璃的四周全部安装起来。为了更有冬日的烤火氛围，我又花了100块买了木刨。这要让我妈发现我花钱买了一堆这玩意儿，还少不了一顿骂了。最后再放上炉架和碗，在碗里倒入点医用酒精。那咱们就只能另辟蹊径了。咱就说现在的商家都这么卷了吗？买木板包切割，就连螺丝脚码都给配齐了。别看现在这么多的板子，对于徒手做过这么多家具的我来说，这还不是搜一下，打上螺丝，钉上背板，再装上合就很轻松，一口气做完。之前做的藤编柜被你们吐槽说收纳空间不合理，因为这个柜子的收纳空间做了一个合理的规划，上面呢是一个下翻式的柜门，里面可以放一些书啊之类的，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抽屉，然后就放一些自己日常不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。唉，又是要逃不掉当油漆工的一天，家里也只有这一种颜色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刷出人家那大几千的质感。整体刷完还是挺有那味儿的，再装个把手，就算成功的给这个柜子注入灵魂了。还可以随意扭动转换造型，这样立省大几千的柜子你们喜欢吗？还有，突然发现这样当个茶几也很不错。实在没忍住，就买了一些材料回来，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一下这几千年的传统工艺。首先要打印一张自己喜欢的线稿，类似这样的，再用转印纸把线稿上的图案转印在玻璃上面。接下来就到了本期视频最难的环节——掐丝。这掐丝作品咱们是看多了，但实操还是头一回。元气娃想要做一个简单的浅试一把，掐了几个叶子之后发现一点都不难，好像之前有点低估自己的实力。还别说，有点像模像样的。直到掐到花朵的部分，我决定收回前面的话。是啊，也不难，光是掐完这丝儿，也就花了4个来小时吧。感觉这腰都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喝口水，缓缓先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颜料开始给花朵部分填色，最后再喷上一层泥墨胶，看看效果吧。行，谢谢阿姨。这个柜子嘛，破是破了点，白捡的，还要啥自行车？为了不辜负阿姨的一片好意，我决定给她来一通大广告。这次的颜色我选的是307的文白色，颜色比较柔和，清爽又不容易看腻。如果想偷懒，不打磨也是可以直接改色的。还有你们经常问我在家里刷漆会不会有味道或甲醛之类的，我用之前也做过很多的功课，这点完全不用担心。等柜子全部刷完，1-2个小时就干了。边缘的地方我贴了这种木雕花和珍珠线条做装饰，这样看就已经很好看了，就是中间的位置有一点空。我又找了一个这样的转印贴纸，纠结死，到底要不要贴？罢了，成年人不做选择，我还是贴吧。你问了个寂寞。外再次一举。最后，你们觉得贴花好看还是不贴花好看呢？订了一些木板回来。
所有的材料尺寸都在这里了，有需要的点赞收藏吧。木板上的槽是定做的时候都已经开好了的，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。再给它装上2个小洞，这简直有手就会，毫无难度。这次木蜡油我选的还是黄梨木，颜色倒是不容易翻车，就是原本这里边是放了一个亚克力板，感觉有点贵，用一个 PVC 代替。最后放上杂质，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一闻水晶砖的魅力了，今天打算买来一探究竟。太梦幻了吧！虽然它的内心看起来支离破碎的，但通过灯的照射就演变成一道道幻光，然后用玻璃胶把它们垒起来。试着摆放了几种形状，这种是最好看的。就当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的时候，胶没干透，手砸了，砖碎了。等胶彻底干透，再调整一下摆放的位置，最后再盖上一朵亚克力云。毕竟丁达尔的效应就是要光穿透云层的。天黑了，咱们开灯看一下吧。我那冤种闺蜜又来搞事情了，不知道她在哪里捡来的旧床架，想把能用的通通拆下来，再裁掉多余的部分，裁好的木板来做沙发底座。既然是要送闺蜜，这质量必须得过关，该有的步骤咱们一样都不能少。想要沙发好，弹簧自然少不了，光有弹簧还是不够的，我们又加了一层绷带，用剩余的板子把边边包起来，再加上一层薄棉。为了让闺蜜坐得更舒服一点，直接选用的是沙发专用海绵。本以为缝个沙发套嘛，还不是信手拈来，没想到却在这里犯了，也还缝好了一个枕套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裁缝店，果然有些钱还是得让别人赚。只见大爷手起针落，沙发套这就做好了。最后再给沙发收个尾，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一些好看的干花，大豆蜡和蜂蜡按照1:1的比例倒进锅里，电磁炉开3档融化，融化的过程实在太治愈了。把蜡液全部倒进模具里，趁着半凝固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随意造型了。不过速度要快一些，刚做一半后面就凝固发硬了。这个问题不大，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就好了。又 get 一个新技能。我还自己调了一个梦幻星空粉，这么梦幻的颜色，没想到到最后还是翻了车。凝固了之后就啥也看不见了，除了星空不见了，其他的都还挺成功的。加上金属环和丝带，确实精致了不少，还多做了一些给你们。喜欢哪一个，快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定制了一些亚克力板和木板，我能动手的，怎么能让他羡慕别人呢？上面和中间的部分，我定制了40×40的松木板，用钉枪咔咔几下拼出一个木盒出来。腿是之前暖桌上拆下来的，最近天气热，暂时也用不上，正好卸下来，也算是废物利用了。为了更好的嵌入机芯，为此我还切了2个不太专业的洞，不过好像都不重要。放进去后，这完美的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1块钱一个的桌脚和旋转按钮，装上之后又把精致度拉回了满分。门板的部分我定制了一些亚克力，中间镂空的地方是为了放唱片封面做装饰，但也因为我的疏忽用错了胶水，也留下了2条不深不浅的证据。以我俩这革命友谊，闺蜜应该不会嫌弃吧？再亲手为她画上姐妹专属 logo， 一起来感受一下黑胶的魅力吧。我就买了材料回来，打算自己复刻一个。能让餐桌悬浮起来的秘密就是这个。所以我买的桌腿是高70，宽40，然后1.5公分厚的。桌板是上次做竖琴椅剩下的，切出我想要的尺寸，然后再用砂纸把它全部再打磨一遍，再给它刷上一层木蜡油。两侧的位置各预留了15厘，这样看上去效果更好一点。固定好螺丝，最后再装上灯带。接下来就是这个。